那么其实在现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 Synergy House 有没有观察到来自美国的订单明显的增加呢？其实现在还在关税不明朗的情况之下，所以暂时我们是还没有看到有特别多的一些变动。可是好消息是，就是说人家还是继续在采购，可能在5月过后，大家觉得说在美国的在家具的库存可能相对之下会减少非常的多，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会看到比较大的一波需求量会跑出来。其实你们是预计说这个需求量可能会增加的。我们其实在1月的时候已经把我们的库存拉高了，我相信很多中国的卖家他也们做同样的事情。除了马来西亚之外，我相信其实跟我们竞争的对手在区域内还有谁呢？主要的对手是中国，第二个就是越南，这2家就占了大部分去美国的家具，其他的就是印尼、泰国跟马来西亚，我们这三个国家也处于比较小的一个份额。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要来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哦，就是如果你赶快现在来报名我们的财经首场投资论坛的话呢， Weibo Malaysia 要送出价值高达550令吉的投资奖励。是的，你只要参加论坛，然后在现场注册成为 Weibo 的新用户的话呢，你就可以获得2张价值25令吉的这个交易代金券，总值50令吉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只要入金500令吉就能够拿到价值100令吉的 NVIDIA 的股票咯。还有你存入5000令吉到 Weibo 的交易账户里呢，30天内你不要取出来啊，Weibo就会送你价值400令吉的 NVIDIA 股票奖励啊。等一下，意思就是说呢，你只要来参加我们的论坛，然后开户入金，就有机会拿到总共550令吉的奖励咯。你没有错啊，还在增强投资之时，还能获得优质的股票奖励。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当天的专业讲者就包括了经济领域的专才潘建伟、黄锦荣和胡义山，还有投资专家庄清秀、黄祖汉及谭成伟。2025年财经投资论坛贸易乱流逆势而上，时间呢就在6月14号上午9点到下午1点，地点就在 The Vertical Bangsa South， 门票只要50令吉，名额有限哦。财经首场投资论坛是由 Weibo Malaysia 荣誉赞助。这个时候你是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接受我们拷问的，其实他之前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过了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叫做 Synergy House Berhad。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要跟他们来探讨的就是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很多的产业其实遇到了很多的机遇以及挑战。那今天我们就要请他们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那么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呢，也记得要将今天的内容给分享出去。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再度的升温就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他重返白宫之后，其实呢，对于现在的整个国际局势，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作的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已经高达145%。那么其实这个145%，它背后呢，真的是一场的这个关税的围堵战啊。那么再次将这个全球的订单呢推向中国以外的地方，我相信包括了家具的订单也是一样的。那么其实马来西亚会不会是在这一波贸易战当中的其中一个受惠者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讨论的。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背景之下呢，我们要带大家来聚焦这一家本地的家具出厂商，也就是 Synergy House Berhad。那么这家公司呢，曾经来到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访问啊。他们在好几年前呢，其实就率先布局到美国还有欧洲的电商平台，将可组装家具 RTA 打入全球的家庭当中。那么他们现在是否已经准备好要来迎接这一波从中国外溢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贸易战红利呢？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 Synergy House 的2位代表，就是2位的执行董事邓以伦以及陈友达先生，欢迎2位。你好。
今年的4月份来说，从今年4月份开始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中美贸易战，我相信二位肯定也都是盯着这件事情来看哦，因为这个跟你们的产业肯定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其实在现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 Synergy House 有没有观察到来自美国的订单明显的增加呢？其实现在还在关税不明朗的情况之下，所以暂时我们是还没有看到有特别多的一些变动。可是好消息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就是说人家还是继续在采购。可是当我们会觉得，可能在5月过后，大家觉得说在美国的在家具的库存可能相对之下会减少非常的多，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会看到比较大的一波需求量会跑出来。其实你们是预计说这个需求量可能会增加的。我们其实在1月的时候已经把我们的库存拉高了，我相信很多中国的卖家他也们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可能到5月旬或到6月后，这个库存慢慢减少过后，订单就会可能真空吧，订单就会回来了。是，但是其实也是要看说，特朗普对于马来西亚的所征的关税是多少啊？现在其实有各种说法，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是24%嘛，然后当然我们前几天访问刘振东的时候，他们是希望是可以把它谈到是10%以下。如果我们真的是可以以一个比较低的这个关税的百分比跟美国来进行贸易的话，可想而知的，可能在家具这个行业当中你们就有一个利好了。因为如果中国的家具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话，那马来西亚的家具的机会就来了。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我相信你们可能现在也在做一些准备了，是吗？在迎接这件事情，这个利好。我们不可以说迎接啦，我们在准备，我们做得很充足的准备，为了这一个事情发生，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是短期的，会是长期的一场。然后中国也是在家具出口方面去美国，它是主要的一个出口国，所以对我们来说，假如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在这1年半载里面没有办法出到货，当然它也空了一个很大的那个空档给我们去切入，去争取这一块的那个商机。想象一下，如果那个中国只流出那个 10%， 这个 10% 流来马来西亚，我们已经吃不完了。除了马来西亚之外，我相信其实跟我们竞争的对手在区域内还有谁呢？印尼、主要的对手是中国，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越南。OK， 越南是主要的对手，这2家就占了大部分去美国的家具，其他的就是印尼、泰国跟马来西亚，我们这三个国家也处于比较小的一个份额。那我相信其实你们可能也做了2手准备。如果说，当然这个是我们不想要看到的局面啦。那如果说马来西亚我们谈不拢，没有办法24%更低的这个关税，搞不好弄一弄比24%还要来得高的话，那你们有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去做准备吗？假如马来西亚24%，越南48%，我们还是比较低，我们比他低。我们最大2个对手，一个是中国145%，越南我不知道48%，大概是这样可能是错的。对，我们是比越南低，没错。越南贵我们大概1倍左右，所以这2家已经占了美国出口的大概80%左右。所以对我们来讲，假如我们24%，他们48%，一个是145%，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有绝对的优势。好，那今天其实二位来，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跟二位来请教一些事情，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现在也都在摩拳擦掌，在想说，我们可能有机会可以出口给美国，因为现在美国的货架上面是空空如也，只是或许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本地，特别是快消品的一些的机会哦。但是大家对于出口到美国其实有很多的疑虑哦。那比如说是有人觉得说，出口到美国物流就是一个梦魇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中国的物流做得非常的好。那其实你们在过去在出口美国，在物流上面其实有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吗？或者那你们可以给，如果想要做出口给美国的这一些中小型企业，你们可以给他们什么样子的建议呢？我觉得我们这几年也磕磕碰碰了好多年，也好多走了很多冤枉路。我只能跟对新来的那个想要踏入美国这个市场的是，能够的话去寻找一些可以跟他合作的一些伙伴，就是已经就是美国当地的伙伴。不一定，可能是马来西亚，可能是中国的贸易商，可能是美国的进口商，
在他们身上去多学习怎么去进入这个市场，而不是说贸贸然突然说我就是要做美国。OK， 还是要经过一轮的那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嘛。OK， 好，刚才有提到这些物流，其实物流的东西我们其实都外包给第三方嘛，所以也可以从第三方那边咨询这种药的这种信息啦。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物流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其实物流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做电商以及做就是贸易出口大批量的贸易出口，它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对吗？就是电商的话，它应该是一条龙，已经电商都有服务了嘛。那如果是自己做产品的贸易出口的话呢，就可能也是要去找相关的服务来做咨询。是的，只要你本身自己想做一个跨境电商，你一定要很多很多服务的，要帮你搞入口的、进口的，要帮你搞第三方仓库的、发货的，还有买保险的，还有种种的一系列的配套都要去做上来，这是一定的。那么其实美国对于产品安全或者是食品安全要求是不是蛮高的比如说他们有 FDA、FCC、UL 认证等等的。那么对于其实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来说，会不会造成一些技术性的贸易障碍呢？其实如果那些已经一直做在美国产品要去美国的，其实这些都是已经有在他们的习惯当中的，已经有做了这种 test 都有在做的。OK，好，你们会认为说美国它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市场吗？因为其实或者是说可预测性比较高的市场吗？还是它其实有蛮多不可预测性？现在的社会，你这几天的新闻也大家看得出来嘛。我们美国的总统他的想法每天都在变，每天在变，是，所以我们也说不清这个东西。我们能够做的是每一天都准备好，当他有出新的政策，我们应该怎么去对，怎么去把握，我们只能够这么做。应该说这些都是政府的政策了。如果你用另外的角度来看，就是消费者，你说稳定的消费者，美国还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国，你说消费者还是会买同样的那些需要的东西。OK， 所以即使是这个总统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很多的变法办，但是在消费者习惯，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会是比较平稳的。OK， 说穿了就是他们比较有钱啦，还是消费嘛，他们买得起，他们的人数够大，是他们的整个人口够多，消费力也够强，消费力也够强，是，而且消费习惯 lifestyle。是没有这么快可以改变的。是，但是其实就像比如说我们举一些发展中国家，它可能是比较人治的国家，对不对？它的可能简单讲就是中国啦，对不对？它可能就会因为一些外交的问题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就可能不会完全的跟着法律去来执行一些事情。那美国在这一方面呢，会这样子吗？因为大家都可能认为美国是一个比较法治的国家，这个观念是对的吗？这个有点超越我们能够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大清楚。OK， 因为这个事情在发生这2-3个月，我们也还在摸索着到底美国会走向什么的一个路，我们也不知道。OK， 我举个例子啦，比如说在马来西亚，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比较敏感的宗教的议题啊，对，前阵子就有看到说像 KKMart 这样子的状况。那这种事情，因为一些敏感议题而造成的一些贸易壁垒，在美国会常发生吗？以过去的20年来看是少，未来的20年我们真的不知道。Okay， 因为我们在变着，我们真的不知道。是，只要我们是以过去20年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当然会说是的，他们比较法治的一个国家。往后的20年，我们还在观察中，或者这4年吧。对。特别是现在可能欧美国家也越来越向右倾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的变数啊。好，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过去的经验来看待未来。但是如果回到我们马来西亚自己的这些基础设施啊、后勤的设施来说的话，我们的港口或者是政府的一些政策啊，是不是能够来支援扩大对美出口的需求呢？我觉得这些政府这些措施嘛，其实我们都做得不错嘛。港口也好，都在发展嘛，设施或者是even这种政府给的这种 incentive， 其实都不错的。OK， 所以如果我们出口美国的话，像税务优惠啦，这些技术资源其实是足够的，这是有的，是看商家自己要不要去找寻啊，或者是去
去把它去找出来啊。是我刚才讲说足够，可能有一点不太正确了，因为永远没有人会嫌资源太少太多，对不对？永远都是觉得资源可以更多一些。其实马来西亚企业在面对这个美国的贸易法规，还有这个复杂的这个这个进口清关系统的时候，因为我相信你们肯定是比较多经验啦。那其实如果要在本地找到一些法律或者是专业的资源的话，哪里找到这一方面的？我就找加西工会上去寻找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一些这种人， OK， 或者是对，或者去走一些比较政府的Matrix 之类的那些，或者之类去找一些这种资料，我觉得这些专家都有可能帮到他们的。了解，好的。那在我们休息之前呢，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对于现在如果是想要尝试出口美国的企业，二位会给出你们各给一个建议好了啊。对于中小型企业如果想要，或者是任何企业他们想要趁着这一波的这样子的国际局势出口给美国的话，你们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我觉得他们一定要非常的了解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也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去触犯任何法律上的问题，然后才慢慢的做。对我来讲，可能因为我们是做电商嘛，我觉得如果要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要了解自己的产品，而且要选择对的平台你就有这个好的机会。好的，可以，谢谢两位的建议。全球资本正面对强烈乱流，你应该选择观望还是逆势出击呢？ BFM 财经首次投资论坛，贸易乱流，逆势而上，集合国内经济学者与投资专家，深入剖析2025年下半年全球经济走势，掌握美股与马股的布局关键。2025年6月14号早上8点，地点就在 Grand Summit Level M1 The Vertical， 报名链接就在节目简介中，现在就报名参加，一起逆势而上。2025财经投资论坛是由 WeBull Malaysia 荣誉赞助。好，谢谢二位呢，刚才给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呢提供了很多很棒的想法哦。现在我们来聊聊你们公司的发展好了。那其实 Synergy House 呢，将大约90%的这个生产外包给马来西亚第三方的制造商，这个是我在媒体当中收集到的资讯。如果有不对的话，你们可以纠正我啊。那么，其实现在这个全球的供应链不太稳定的情况底下，这一种外包的模式，是比较具弹性吗？还是说你们觉得说，它是有一些分散风险的一些功能在里面？我说第一个我们是100%外包的，我们不是90%，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自己生产的一种商业模式，而且我们也通过这种模式已经历过了至少20多年的经验了，所以由我们来看，我们觉得其实这是对我们最恰当的一个。最适合我们 Synergy House 的一个方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light asset， 就是轻资产的方式去走我们的家具，而且我们比较自由的话，就比如说今天突然间客户来了很大的订单，我们可以找很多帮助我们的供应商一起去出货，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可以找不同的工厂去应付不同的需求，也不一定说要去把我们的所有的时间去搞自己的生产线。所以也比较简单来说，是我们其实是比较倾向于这一类的那个就是外包模式的。当然，这不是适合每一个人。了解，尤其在那个疫情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就是外包的，不单只是在马来西亚，我们也外包去中国去越南啊。OK， 但你们有要自己做自己的品牌的想法吗？自己制造、自己研发？Synergy House跟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一直以来都靠自己的研发。自己研发，我们研发我们的家具的更加不同，是自己研发。研发是我们自己搞。就是如果是从 design 到 build 都是你们自己做，这个会是你们未来想要走的路线吗？我们都在走这个 build 没有、design to build 没有。build 我们是 build 那个第一个就是产品 OK 第一件，但是大量出货还是给外包给工厂的。其实我们有一点像那个人家能够接受，是我们有点像那个 Nike 的做法，就是我们有设计师，我们也把东西做好，然后再找工厂把我们要的东西生产出来，我们拿去卖，不一定说我们自己去做。OK， 了解。2024年出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有这个坏账的状况嘛，就是美国的一个客户啊，那他拖欠了290万美元，导致公司第一次遇到了这个1020
25万令吉的坏账。那其实这个对于整个营运的资金是不是很大的冲击呢？然后你们要怎样子后续来预防这样子的事情，让它不要再发生？其实当然了，这1000多万当然是会有影响，但是接下去我们就在这种买这种保险啊，这种贸易和这个风险保险那边会更加加强，还有就是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在审查那些客户有没有还账啊，这些会做得更紧密一点。这是这一些措施我们一直在做的。OK， 那其实这笔钱追得回来吗？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有买到一点保险啦，所以保险有退还一些。OK， 但是我们一直说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公司的导向会偏向 B to C， 是因为 B to B 终归啦，还是会有这种你说还是要等客户还钱的嘛，所以风险一定有它的存在。但是 B to C 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掌控这一些。对，好，那其实我也看到这个 Yahoo Finance 的分析说截至2024年底呢，其实贵公司的这个流动负债占总资产的46%。那么在这个利率这么高的这个时候呢，然后市场也不是很稳定所以你们要来如何应对短期负债的压力啊？是否有再融资或者资本结构调整的一些计划？其实你再看回来我们的这个流动负债其实占我们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资产的只有 46%。这个 46% 的只有 22% 还是贷款的。所以再加上我们用去年的这个报表来看，我们其实还有7600万的这个现金来经营我们的公司的。所以在短期我们是没有看到需要去融资的这个需要。那可能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来聊聊公司接下来的一些发展就是因为我相信其实在上市之后一直到现在，过去其实上一次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的一些计划，你觉得其实都有达到吗？都有按照你们的时间表去完成吗？有啊，你看我们去年2024跟2023年，我们的总这个销售额已经涨到3.9个亿，是从2点多个亿起2.7到3.9个亿嘛，我们一直在往上跑。然后这是我们当初来跟你谈的，就是我们帮助一些我们同业们去进军美国的那个，我们一直都在进行着，也很多公司一直陆陆续续在发货了。这个是我们也一直在跟着我们的步伐在走。还有去年跟今年，特别是今年有贸易战，我们看到非常大的机会，所以也促使我们新人机要更加加强的出新的产品，跟新的不一样的这个product category， 就是说从我们现在所做的东西再加强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东西。你刚才所提到这个 product category， 可以透露一些吗？你们还会再增加？可以，我们因为一般都是做卧房组，现在我们可能会找贵一点的，或者我们跑一些 dining table， 或者我们跑一些沙发，这都是我们一直往不一样的那个领域再扩出去。OK， 好，那接下来公司还有哪一些拓展的计划吗？我们的拓展，因为我们还是要守住我们自己的本业，就是家具。在现在的短期啦，这6个月里面还是1年里面，我们只会因为我们看到还有非常多的机会，特别在家具里面，我们应该要完成它。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着重于在马来西亚采购，因为税务的关系，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在税务上肯定是比我们周边国家比较来的有好处。所以我们会更加着重于在马来西亚找一些马来西亚更加有专长的产品去开发。了解。而且是你看这刚才陈先生说嘛，那这5年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走对的路，在 B to C。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对的路，而这平台是对的，我们会加强我们这个动力在就是着重投资在这些做对的平台上，再把它做得更好，做得更强。做精我们现在除了做大也要做精，因为我们也要在很多可控制的范围里面要很小心嘛。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那个库存我们的种种的东西就要借靠很多外力来去把它做得更好。
OK， 那所以接下来会有想要跟新的平台合作的机会吗？因为之前上次来是我们聊到跟 Wayfair 的这个合作嘛，还是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最大的核心， Okay. 我们先一步一步走，先把这个 Wayfair 做到很成功，我们才去做其他的。那要不然我们就大家走的会乱。OK， 那在市场上面呢？除了美国的市场，你们还有想要去拓展其他地方吗？其实我们都在扩展在英国啦、加拿大，这两个其实是我们这从去2年开始已经介入进去的。OK， 而这2个国家我们都觉得它的那个成长空间很大。在媒体上面有看到你们未来将会投入20到30万令吉来导入 AI 跟自动化的工程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方面的发展？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一直陆陆续续都已经投入，不是将要投入，一直在投入了。Okay. 也就是说，我们会用 AI 来做一些很多我们以前用人工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用 AI 去画图，我们用 AI 去做一些输入或者是 listing， 就是把东西放到网上去卖，怎么找出那个语跟种的。还有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些自动化系统，叫做 RPA。就是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那个意思是说，我们怎么用机器人、虚拟机器人去完成人每一个员工可做的，在电脑上可做的事情，我们也一直在往这一方面去跑了。所以就是用更多的机器，用更多的 AI 人工智能去取代人力，重复的那些工作，加强我们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所以今天2位来到这边呢，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可能跟投资者来信心喊话一下啊，因为其实看到现在有这一股的这个中美贸易战我们要来去为这个红利做准备啊，这么说。所以2位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现在的潜在投资者来说的吗？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了哈，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站在 Synergy House， 我们是这么看的。我们看到这一个贸易战，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给我们去做。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是一定会好，可是我们一定会把握这个商机，把我们的东西做得更好、更快，然后才能够把这个企业做得更强。很多人可能他会认为说你现在有贸易战，那你就是没生意了。他们会这么认为，其实不是。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的那个货品少去了，那我们机会变大了嘛。那我们怎么去抓这个机会？现在是我们一直很需要做的事。是机会是给做好准备的人的。我会这么想，我会用这个角度来想。是，我觉得这个贸易战给很多投资者都很怕嘛，所以你看好多的好公司，尤其这种出口的公司，大家觉得是不是你们一定会遇到这种问题，所以股价都下得比人家还厉害。但是我觉得Synergy House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公司，所以在这个价位，其实我都觉得太便宜了，被低估了。其实还有很多那种 tech company 其实也被低估了。其实在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趁低来购买嘛？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时机。那这就交给我们的所有的潜在投资者来做评估啊。那今天非常感谢2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除了聊你们自己公司的发展之外呢，也给我们很多这个想要出口到美国的这些企业业主们来提供一些想法跟意见。谢谢2位。好，谢谢。那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 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